第173章，五品丹药所引发的空中血案。飞行的3天时间，萧炎都是一直在飞鸟之上度过。虽然途中曾经停了2道休息站，不过他也并未出去，一直待在小房间之中，将药老炼制丹药的每一个步骤仔仔细细地收进了脑中。此次的炼制丹药，足足废去了药老整整2天半的时间，而这还是因为药老有着一火相助的前提之下。由此可见，若是换个平常炼药师来，想要成功的炼制出这血莲丹，没有了10来天的时间，恐怕是绝技不可能。将药老炼制5品丹药的全过程完全的收入眼中，萧炎心中的确是有些感到受益匪浅。同时他也发现自己现在引以为豪的火候控制力等等东西，在真正的炼药大师眼中其实并算不了什么。比如这次的炼制血莲丹，虽然它所需要的材料仅仅只有3种，不过其中那复杂的程序却是让得萧炎惊讶的直咂舌。他曾经在心中暗自思量过，如果换作他上的话，恐怕光是第1道的精确提炼便会将药材焚烧成一堆灰烬。小房间之中，外面的云层急速向后飞掠而过，经过长达2天半的一火煅烧，药老掌心上空几寸高处，一枚龙眼大小的血色圆润丹药正在滴溜溜的急速旋转着，看其表面上的光泽，明显是已经在进行最后一步的凝丹步骤。舔了舔嘴，萧炎捶了捶有些麻木的双腿，目光随意地瞟了一眼窗外，却是忽然感觉到空气似乎燥热了许多。要到了吗？喃喃了一声，萧炎揉了揉发黑的眼圈，然后扭了扭脖子，将目光再次投向漂浮在桌面上的药老身上。虽然经过了2天时间不眠不休的炼制，不过药老的脸色依然是一如既往的平静，似乎这般长时间的挥霍能量对他并没有多少损耗一般。丹药要成了，就在萧炎心中大声佩服之感时，药老忽然淡淡的道。闻言，萧炎赶忙从那戒中取出一个品质极为上乘的胭脂玉瓶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，同时迅速起身退后了几步，瞥了一眼桌上的玉瓶，药老微微点头，掌心微颤，一股更加浓郁的森白火焰腾烧而起，最后竟然是将那枚血色丹药完全地包裹了进去。随着森白火焰的几次急速翻腾，一股凶猛的能量波动猛然自火焰中荡漾而出，转瞬间便是犹如一道涟漪一般，从小屋之中扩散了出去。在这股能量涟漪扩散之时，那头正在飞翔的飞行魔兽也被惊吓了一跳，顿时巨大的身躯颤抖地摇摆了几下，隐带着恐惧的尖鸣声在半空中响起。感受到这股突如其来的能量波动以及飞行魔兽的变化，萧炎脸色微微一变，而且与此同时，那枚正在成型的血色丹药忽然释放出一股股极其浓郁的药香，并且这种药香还略带着淡红之色从房屋中钻出，最后缭绕在这片小小的天空。这是4品以上丹药成型时才会出现的异象，守住门口，给我几分钟安静收丹的时间。面色不变地盯着掌心中的火焰，药老沉声道，小心同行的那几位炼药师。凝重地点了点头。萧炎已经发现，在异香传出来的刹那，这巨型鸟兽之上的其他几个房间之内便是响起了一些骚动。4品以上的丹药对于很多人都拥有致命的诱惑力，一些人即使是拼了命都想得到它。手掌紧握着背上的悬重尺，萧炎转身拉开房门，然后面无表情地站了出去，同时一手将门狠狠地拉拢。刚刚站在门口不久，另外4个房间之内4道人影便是有些衣衫不整地冲了出来，目光在走廊上扫了扫，最后停在了那脸色淡漠的萧炎身体之上。4人的目光先是在萧炎胸口上的那枚2品炼药师徽章上扫过，眼瞳中明显闪过一抹惊诧，互相对视了一眼，几人眼中都是有些莫名的意味。在4人打量着萧炎之时，萧炎也粗略地扫过4人，4人之中有1名老者以及3名年龄大概在30多的中年人。那名老者胸口之上佩戴着一枚3品炼药师的徽章，而其他3人有2人是与萧炎同级别的2品炼药师，1名则是1品炼药师。呵呵，这位小友在下哈朗。眼睛盯着那缕缕从萧炎身后的房间中飘出来的淡红香味，那名老者眼瞳微眯，一抹贪婪在眼底浮现，轻咳了2声，缓缓走近萧炎，和善的道，淡淡的瞟了一眼这名貌似和善的老者，萧炎没有答话，
握着玄重尺的手掌更是紧了几分。哼，小友，刚才忽然出现的能量波动，可是由这里散发而出？我们没别的意思，只是想过来询问一下。哼，毕竟现在大家都处在千米高空之上，万一出了点事，我们可就都要遭殃啊！没有在意萧炎冷淡的态度，老者依然是笑眯眯的道：“是啊，这位小兄弟，大家现在几乎可以说是在同一条船上，还请麻烦不要弄出一些危险的东西来啊，不然，哼，这对大家都没好处啊。”一名二品炼药师也是皮笑肉不笑的凑了过来，目光隐晦的扫了扫那小房间，喉结明显是剧烈的滚动了几下。见到这两人如此说，另外两位中年人也是不甘寂寞的凑上来，齐声附和着。而且在附和的同时，他们竟然还说出了想要进屋检查一下的提议。我家老师正在里面炼制丹药，各位也是明白人，不必和我装傻充愣，我们并不会影响到飞鸟的飞行，还请诸位能给个面子，回到自己的房间，不要胡乱打扰，否则……萧炎瞥了一眼面前明显不怀好意的四人，森然的道：“哼，小友说笑了，我们并没有这等意思，只是你也知道，在这千米高空之上，万一出点事故，大家都担待不起啊。而且，你与你的导师既然会选择做飞鸟兽，那自然肯定也还未达到斗气化翼的地步。若真是出了事，那位名为哈朗的老者满脸笑容的道，只不过笑容虽然平和，不过却依然掩饰不住那几缕贪婪与阴狠。虽然他也清楚里面的那位神秘炼药师等级恐怕并不会比自己低，不过此时对方明显是处在炼丹期间，这种时候分心是大忌，一个不慎单毁是小事，万一来个反噬，恐怕日后就将会变成废人，因此他才会有这般的胆量。小兄弟，我们只是检查一下而已，不会多事的，还麻烦让开一下。那名二品中年人同样也知道此时是极好的时机，所以当下不敢再拖延，上前了一步，手掌之上斗气暗藏，然后对着萧炎推搡而去。滚！望着这家伙的大胆举动，萧炎脸色一寒，手掌骤然紧握，其上紫色火焰瞬间腾烧而起，然后携带着凶悍的劲气，在中年人猝不及防之下，狠狠地轰击在了他手掌之上。砰！一声闷响，萧炎脚步急退，直到紧紧贴着房门之后，方才稳下了身形。萧炎此时的实力仅仅是普通斗师，而那名大汉却是早已进入了3星斗师级别。虽然仗着紫火斗气，萧炎占据了上风，不过却依然是胜得不太轻松。啊！接下了萧炎的攻击，那名二品炼药师急退了好几步，却是忽然抱着拳头痛苦地嚎叫了起来。几人眼睛一瞟，却是有些惊骇地发现，这家伙的拳头居然变得极其通红了起来，隐隐还有着鲜血从中渗透而出，颇为恐怖。石火，不对，这小子有古怪，动手！塔骨里面的丹药快要炼成了。望着萧炎拳头之上升腾而起的紫火，那名老者脸色一变，然后转头对着另外一名二品炼药师喝道：“看这模样，他似乎与那名二品炼药师竟然认识。”听得老者的喊声，那名实力明显比刚才那位二品炼药师更加强悍的中年人点了点头，脚步一踏，然后右脚对着萧炎飞踢而起，脚掌之上浓郁的深黄色斗气携带着压迫的风声，让得萧炎脸色微微凝重。妈的！心中怒骂了一声，萧炎手掌豁然抽起背上的玄重尺，在掌心一转，便是将之收进纳戒之中。与此同时，脚掌在地面狠狠一蹬，身体微弓，最后猛然冲向那名中年人。八级崩！心头骤然一声冷喝，萧炎右拳紧握，重轰而出，恐怖的力量竟然制造出了一波波尖锐的声波。砰！拳头与脚掌重重的轰击在一起，在萧炎这次的全力攻击之下，即使那位中年人心中没有存有不屑之感，可依然被那拳头之上所蕴含的恐怖劲气狠狠地击得倒飞了出去。砰！中年人狠狠地砸在一处房间之上，顿时木屑横飞，小屋就此摧毁。而小屋摧毁之后，竟然是露出了外面那蔚蓝的天空以及淡淡的云雾。望着那脸色苍白的停留在飞鸟背部边缘位置的中年人，萧炎眼中掠过一抹森然。刚欲再次快速攻击将这家伙击出飞鸟背上之时，
可身后的那声得意冷笑，却是让得他心中一惊。豁然回过头来，只见那名满脸阴冷的老者，竟然已经出现在了房门之前，偏过头来，对着萧炎得意地咧了咧嘴，阴森森的道：“小子，等我将里面的那家伙收拾后，就把你给丢下去。”说完，老者一拳攻击在木门之上，顿时木屑四射，房门在老者得意的大笑声中轰然爆裂。随手挥开一些射来的木屑，老者满脸笑容，刚欲踏进房中，一道幽灵般的影子却是犹如鬼魅一般，诡异地漂浮在了其面前。苍老的手掌闪电探出，最后握住了老者的脖子。“你要收拾我？”响起在耳边的淡淡声音，让得上还有些不知所措的老者眼瞳骤然紧缩。